相亲的男女啊，会遇到这么一种情况，就是相亲对象对你的态度忽冷忽热。有位男士啊，相亲认识一个姑娘，很漂亮。这刚见完面啊，女方给出喜欢的信号，聊天很主动，对男士也很积极啊。这男士也是很喜欢呀。于是这两人每天聊天啊，那聊的是热火朝天，经常互相去分享自己的生活，平常一有空就约出来见面，关系呢是突飞猛进，一下子就到了暧昧阶段，基本时间啊都不用1个周啊。每天呢也都是亲爱的宝贝儿啊这喊着，相处了1个多月，基本上都默认男女朋友关系了。这上个月啊，5一放小长假嘛，这姑娘说要回老家，但这姑娘啊5一长假回去之后，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变呀。原先的信息几乎都是秒回，但回去之后啊就变成轮回了，电话怎么打也不接。男士有点着急啊，哎，怎么回事啊？这事啊，脑补各种剧情啊，难不成啊是跟这个女方父母说了，这不同意我呀？于是呀，这男士就不停的发了一些，哎呀，我担心你呀，你在哪里呀？怎么不回信息啊？基本都是很晚的时候，这女方呀才回点信息，说跟发小出去旅游玩了1天啊，才忙完。男士啊，虽然稍有放心啊，他总是心里这犯嘀咕啊。这第2天、第3天还是这样，你就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一问呢，要么就是忙，要么就没看见。5一假期好不容易结束了，女方回来啊，态度啊又发生转变，又开始非常的热情，跟男士啊每天又开始聊天啊，周末约见面等等，出来就很热情，两个人啊都已经亲举高高那种关系了啊。但有时候啊，这女方又突然之间特别的冷淡，不怎么搭理他，一问就是各种忙。男士就想着呀，这女方到底是真的忙，还是自己是备胎呀？他能明显感觉出来，这女方确实是喜欢自己的，这为什么总是忽冷忽热，他就想不明白，就来问我哈。问我就对了宝，只讲干货啊，分析过程找原因。了解之后啊，知道这女方呀是跟前任刚分手不久，或者应该说呀是没彻底断干净的时候，无缝衔接认识了男士。哎，那就重点来了啊，女方是认为男士条件很好呀，符合她谈恋爱结婚另一半的需求，她是满意男士的条件，所以啊也很热情，想借着男士走出上一段感情来无缝衔接啊，所以啊会积极表现出很暧昧。所有的突然都是有预谋的，突然冷淡下来，应该不是不想和男士谈，而是感情倾向于另一方顾不过来嘛。至于这另一方到底是前任还是新的相亲对象，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是跟前任藕断丝连。现实生活当中太多了，跟另一半关系还没有处好的时候，又想着骑驴找马去找相亲对象。这不，女方自己回来之后，时间比较多的时候又开始热情了，突然冷淡下来，大概率是脚踏2只船。所以啊，忽冷忽热不是不喜欢你，而是不在乎你，你的地位啊不如另一个。听完这男士觉得憋屈啊，不服啊，那自己偷偷的去开车上女方小区楼下等着，果然呀，看见女方拐着另一个男人的胳膊一起回来。男士没有过去，毕竟2人只是相亲对象，还没有确认关系。具体那个男人是前任还是相亲对象呢，不重要了呀。回去之后，这男方啊就把女方给删除了。忽冷忽热这种啊最恐怖，果断放弃。不要认为他对你热情你就有戏，那都是暂时的。热水器忽冷忽热，那是有人在用啊宝。你家冰箱要是菠菜、油菜、芹菜多呢，不介意再多点，哎，你可以考虑在一起啊。散会吧。昨天去给人提亲去了啊，结果被人给轰出来了，气得我呀，现在我都火呲呲的。女方跟男方是去年相亲认识的，女方是97年的大专幼儿园老师啊，年薪在5万左右。男方是94年的医学硕士，私立医院上班啊，年薪30到40万。你看，按条件你们都能看得出来吧，他俩就不是一个层次的呀。但去年的一次相亲会啊，偶然2个人就认识了。这男方啊，他就看眼缘，看对眼了呀，就看上这姑娘了。哎呀，人这姑娘呢，说实话，她也觉得男方条件不错呢，也愿意。于是呀，这男方啊就没追多久，2人很快就谈了恋爱，双方都见了父母。人男方呢，先是去了女方家里，那女方父母啊是在家里的城中村，平常呢是以务工为主，他还有个弟弟。人男方的父母一个是高校老师，一个是3甲医院的医生。反正啊，这男方呢，哎呀也不介意嘛啊，爱情嘛诚可贵，那是至高的，那跟门当户对都没关系的。就这么去了女方的家里啊，人女方的父母啊也甚是满意。你看自己闺女条件一般，真能找个高学历的医生，那回来当女婿那心里都乐开花了呀。全程啊都是催婚呢，哎呀赶紧结婚啊，就怕给黄了。反之呢，这姑娘去男方家里啊就碰壁不少。男方父母他嘴上当时没有说啊，人态度就摆那脸上去了，全程啊他不怎么交流啊，也不怎么待见这个女方。回去之后给这姑娘老气啊，发脾气啊，说那这是看不上我呢。男方呢也赶紧表态啊，说给他父母点时间啊，去接受一下，只要咱们俩愿意就行吧，这结婚还不是咱俩过呀。
就这么两个人又谈了小半年。从年后开始啊，这女方父母就一直催婚，让两个人啊早点结婚呢。这姑娘呢也催，男方啊多少有点为难啊。你说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他父母还是坚决反对，觉得女方家跟自己家那都不是门当户对啊。你要是娶了啊，你就不是我儿子。这男方最后使出一个绝招啊，从网上不知道哪整了个结婚证的照片，给自己和女友啊 P 了上去，做了个假的结婚证照片呀，给父母发过去了。说两个人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我就是要通知你们，你们看着接受吧。给这男方父母气的呀，他再怎么不接受也被迫接受了呀。就说结婚证这事儿吧，这男方呢也是怕双方父母见面给说漏了呀，于是让女方呢也去骗了女方的父母。你不得不说呀，现在这年轻人呢是真敢呀。于是呀，这双方父母呢就按照流程，被迫的去见面，这个商议着给彩礼啊、订婚宴之类的。昨天呢，这男方就委托我跟他一块去女方家里啊，先简单去提个亲，他自己不太敢啊，了解一下对方的诉求，过几天准备正式提亲啊。我们去了以后啊，人女方父母啊，这会儿名义上是上升为岳父母了，那姿态就高了呀，上来就提出彩礼18.8万，说按照他们当地的风俗走。男方一听不愿意啊，那心里肯定觉得委屈啊，自己为了能跟女方在一起，这都付出了多少了，而且还要这么高的彩礼，女方你是一点没替我想啊。我就问女方父母，这彩礼能不能降低一点啊？考虑男方办一场婚礼确实付出的成本太高了，可以稍微折个中吗？女方父母一听到这炸锅了呀，那不可能，我们村的寡妇啊都得要20万的，我这都是低价。气得我忍住呀，做服务嘛。我就问，那给你们这么多彩礼，你们随多少嫁妆呀？这礼单上得准备上。女方父母一听怎么还随嫁妆呢？我们养女儿这么大不容易啊，而且女儿嫁给你还要给你生孩子照顾家庭，那肯定你得给我们一些保障。男方听完就急了呀，我们的钱也不是风刮的呀，彩礼10万我是可以接受的。女方父母就是一副不听的态度，直接就说了，你说了不算啊，你回家跟你父母去商议，让你父母去出钱，娶媳妇哪有想不出钱的呀。哎呀妈呀，我心里当时在想，这女方父母多少是没点数了，就自己闺女这情况还不赶紧让他俩结婚，还在那想法子拿捏的男方。人男方父母本来就不同意，这要是知道出了18万多去娶回来，这婚绝对得黄。我也是劝了1-2个小时反正咱谈情也谈理。那从感情上，人家小两口确实是你情我愿呀，咱们不要逼太紧，你不要为难着男方，对你女儿未来他也是一种福报。从条件上来说，两个人他本来就不匹配，凡事聪明的人都会适可而止，早点把这个婚给定下来才是重点。结果这女方父母那是油盐不进尤其是那女方妈妈，她声音嗓门大的我都不稀得说了。我养女儿这么大，我都给她嫁了，我自己老了怎么办？我不得要个保障我靠，什么保障都给你们了，那别人都不要了吗？当然这是我内心独白我可没敢这么说。反正对方的态度就是不管我不管，就要这些。我让男士沟通一下他女友看在感情的面子上谈一下。人这女方这个人呢，确实也挺好的，也去沟通了。结果呢，是被自己的父母说成胳膊肘往外拐，今天就不要，你明天就别想要了。反正我们从下午1点多一直谈到了6点多。哎呀妈，嘴皮子都磨破了，还是无果呀。最后直接让给撵出去了，说不要耽误他们的时间让我们自己回家考虑去。这要是被逼得分了手了，男方想找比这姑娘条件好的都大把，你姑娘可就不一定能找到了。97年的周岁都27了，你这秤上没有一点坨，你是一点数都没有当天晚上，人男方父母就给我打电话呀，宁可让他俩离婚也不要这样的亲家。男方呢，今早也给我打电话，说分手不准备在一起了。一大早这女方就紧接着给我打电话，哭的呀，说那是父母的决定，那跟我没关系为什么要跟我分手男方这时候已经拉黑女方所有的联系方式。女方父母知道后立马就给我打电话，那态度完全变了，估计也是知道他们是假的结婚证。说昨天呢只是试探，这10万呢也可以接受，这钱全部都会让这姑娘给陪嫁回来的，让我去沟通一下我才不沟通嘞，我是一个三观很正的人。反正男士态度也表明了，绝对不沟通。所以人这辈子你可以学历不高，工作一般，赚钱不多，但是你真的不能不聪明。什么是彩礼在古代那是给女方父母的养老费，因为你结了婚，你会离开娘家，你去你的夫家去孝顺你的公婆，去赡养他们，而不是去赡养你的父母，所以彩礼是补偿给你父母的。这时候你的娘家呢会在你出嫁的时候给你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
这才是给女儿的保障，是希望女儿去婆家之后能够不看婆家的脸色，有钱就是底气嘛，不会受婆家的气。所以那些所谓要保障的应该先回去问问自己的爸妈给你准备了多少钱的嫁妆。现在社会人人平等，安全感要互相提供，那保障也得互相提供奉劝一些事情上面不可以得寸进尺散会。今年已经过了大半年，很多人都着急了吧？哎呀，我相半天亲，这女方什么意思呀？这到底能不能处对象啊？今天我就来教你们怎么看女方喜不喜欢你老阿姨多年的经验，点赞收藏，错过以后你就找不到了。首先呢，你一定要知道，相亲不是让你去谈恋爱的，是为了让你自己能够多一个机会去筛选对方是否合适你。选择大于努力，一定要记住，在你相亲的这个年龄里面，你去追一个人的沉没成本一般人都耗不起，所以一定要学会筛选，及时止损。那下面呢，我就给你们列几种情况，对方是不喜欢你的，可以及时换人了。这第一两人加微信之后的情况，一种呢是没见面时候的聊天，另外一种呢是见了面以后的聊天。没见面，两人刚加微信对方只是礼貌性的跟你聊几句，那再也不主动的开启话题，你不发信息，对方是绝对不会理你的。这种一般是没看上你的条件，你这个人可有可无，要么就是被迫加上好友，比如说中间人介绍人他不好意思直接拒绝的。见过面的这种就非常好判断了，见面回去之后对你的态度很冷淡的，不积极问候的，也不主动去分享的，那就是没看上你这个人你多次主动找他聊天，他回信息也很慢，或者你问他答很敷衍的，你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对方就是对你不感兴趣。你得记住对方哪怕是有那么一丁点的喜欢你，他也不会把你当成路人甲的。第二呢，约见面，你聊10次不如你见面1次，不管你前期聊得如何，都要尽快去见面。时间呢放在认识的第1个周以内，约他3次他都不出来的，不管对方以什么样的理由，你放弃就对了。连见都不想见你的人，你就不必去浪费时间跟他聊天了，很难有发展的。你自己换位思考一下，你想谈恋爱，觉得对方不错呀，你是巴不得尽快去见面，那生怕错过去耽误年龄和缘分。这种连见面都拖的，不是忙，不是有事，而是懒得见你，对你没兴趣乖乖。成年人的相亲哪怕有稍微那么一点意思在聊几次之后他都会很想跟你见面的。再补个扎心一点的话不想跟你见面的，除非那种是被迫相亲的，大多数都是嫌你条件差，压根就没看上你。第三在认识的过程当中你要看对方照不照顾你的情绪。比如2个人见面，全程对方都不怎么搭理你，很高傲玩的手机只知道吃饭吃完就要回家的，这种不用怀疑，人家就是不喜欢你。喜欢你的你一定会感觉到真诚的。你像你约他出来见面，对方说有事不能出来了，他一定会提前跟你讲，而且会主动约你下次见面的时间，这种是喜欢你的。像那种直接找理由拒绝你，也不解释也不约你的，那就是不喜欢你。还有他回你的信息回晚了，那喜欢你的他往往都会及时的把原因告诉你，因为他害怕错过你，害怕失去你会跟你解释清楚的，以免大家双方造成误会。反而不喜欢你那种一般都是无动于衷，爱答不理，我回消息晚了，你爱怎么想怎么想，这种就是不喜欢你的，止损吧，对方就不是你的良配。第4呢，你要看对方的主动性，这种是识别你自己是不是备胎的一种方法在认识的过程当中这女方也跟你聊天，也跟你见面，那对你的态度也还可以，但是你就感觉着全程都是你在主动，对方一直不冷不热。比如说他很少会跟你说起他自己的事情，只会听你说，没有分享欲望，他对你这个人对你这个事情是完全没有想要知道，对你时冷时热，不主动也不拒绝，这种就偏向于养备胎了。你不一定是备胎但一定是他的备选，条件还可以，人也可以，但他对你是没有想要在一起的感觉，只是目前还没有很合适的，他愿意跟你联系你只是他权衡利弊之后的结果。这种往往就是矜持和慢热的主要代表。如果1个月你表白对方，对方说考虑一下，我们可以理解。2个月他还要考虑，你就要权衡了。3个月还不确认关系，那就是真的不喜欢你，拿你当备胎了。再往后认识就没有意义了。喜欢还是不喜欢，想要还是不想要，一个人本能的反应那总是特别的真实骗不了人的。这第5呢，抵触肢体接触。肢体语言是最容易表达他喜不喜欢你的。当然呢，你不能见面第1次就要去牵手吧，要循序渐进。一般见个2、3次面之后，感觉对方对你的主动性也不错，你可以尝试吃过晚饭之后去一下安静的公园去路边探马路，
顺其自然的去主动牵手，或者是制造一些肢体接触的一些机会，比如说那参加一些活动啊、射箭呀、游乐场等等。对方如果对你肢体的接触反馈比较好，你下次可以直接就见面就牵手好了。再这样见个1、2次之后再去尝试拥抱，基本时间在1个月左右。像这种对方不抵触跟你有肢体接触的，那就是喜欢你，愿意跟你发展的。如果他直接拒绝、抵触或者生气你来碰他，那就是心里不喜欢你的。他不是不懂得如何回应你的热情，只是他想要的热情对象那就不是你。咱就识时务者为俊杰，撤。对方喜不喜欢你，你的态度一言一行会特别的分明的。别抱怨相亲的目的性强，起码到现在为止呢，相亲是最有效的脱单方式。慢热就是等死，回去好好学会筛选。如果还没学会的，有婚恋难题的，你就找我搞定。散会。一位女士给我发信息老师我28岁，本科学历，私立学校当老师外貌8分以上。相亲呢认识了一位34岁离异未育的博士后，矮胖微丑。这男方追了我没多久我就同意了。这事后总觉得未婚嫁离异这是不是有点亏了？我呢后面就了解了一下双方的情况两个人呢现在都在北京，男方呢是纯北京人，父母呢都是大学老师在北京3环里有2套房子，男方呢自己还独立有1套，而且还是全款。清北的博士后，现在某上市公司做研发工作，年薪120到150万。7年前呢结过1次婚这前妻是他大学同学，因为2个人呢发展不同路，人前妻去了国外，这不2个人就离婚了，没有生孩子。女方老家是山西的，在某4线城市，父母在国企做基层工作，有个弟弟呢正在读大专。他本科毕业之后就来了北京工作，北漂嘛，在私立学校做教务，年薪10万左右，无车无房的状态。去年呢2个人通过一场相亲活动认识的，据女方描述是男方追了她，女方呢也觉得男方人北京人嘛，条件不错也同意了。但交往了3个月之后他多少有点不满了，男方离异，他跟自己未婚多少有点不配，越想越觉得亏于是和男友提出了不平等条约。结婚呢28万8的彩礼不随嫁妆，婚后的男方的钱得交由他来打理，自己辞职做全职太太。结婚生完孩子之后这房子要加上女方的名字，而且签赠与女方1半的房产协议。这些要求都被男方给拒绝了，说彩礼呢可以接受，但婚后这男方认为自己是比女方更会理财的，不想给女方管，可以定期给女方一些生活费。这房子结婚10年之后可以加女方名字。2人就因为这些争议起来了，女方是越想越亏一气之下提了分手。人男方也挽留了大半个月，女方就端着一副冷脸，我就是不妥协男方呢现在不搭理他了，他有点着急了。他跟我讲自己其实并不是真的想分手，那毕竟男方这条件还可以嘛，只是想吓唬吓唬他，让男方能够多包容妥协于他。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他自己呢又不太甘心，觉得这是低价了。这不就来了问题了，跟这个男士他到底亏不亏？咱们就给分析一下女方呢今年28岁，红利期马上就过，马上就进入到大龄剩女本科学历，在北京你就算是硕士，外地户口他也是没有一点优势的。外貌呢咱们就按照女方说的8分确实好看。在婚恋市场上，大多数男人也是看脸的，侧面呢也就是说男方其实是因为看脸才喜欢上他的。那通过和他的沟通来看呢，这性格多半是有点傲慢，情绪价值极低这类姑娘在婚后是很难相处的。老家是山西，而且还是4线城市，还有个上学的弟弟，这在男方眼里这完全是属于劣势。弟弟未婚还没有工作，这父母条件还普通，多半是以后是要靠姐夫的，何况人家姐夫学历高工作好，还在北京有房这些以后可都是雷除此之外，女方要高价彩礼还不给嫁妆，婚后做全职太太，准备吃拿采药一辈子，丢人面了，还想掌管财政大权，用孩子做筹码，房子要加名能提这些要求你放心，这都只是开始，结了婚那真正的深渊都在往后面排着呢。再来看男方34岁，在北京这个市场里面不算大龄，因为30加的女性太多了，可选择性余地又非常的多。父母高知，多少女人想嫁的婆家博士后年薪120到150万，很多人可能那短视频都刷多了年薪100万以为遍地都是呢。年薪100万在北京这个城市只有不到 0.3%那放眼全国都凤毛麟角的。在婚恋市场上，光这一条足以遮盖他离异未育的短板。被形容矮胖丑，除非丑的没法看，但凡看得过去就凭北京人在北京有房这些硬性条件，在婚恋市场绝对属于抢手货。
如果不挑找外地条件好的，那几乎是任选啊。我觉得这问题啊，应该是男方你来问我亏不亏啊？那我肯定讲亏大了呀。你可以选25到28岁的未婚985硕士，在北京体制内工作，外地家庭条件优秀的独生女啊，那家里有房多套的那很多呀。找这条件的你确实是太亏了，那搁别人上早就拂袖走人了。除非你丑到惨绝人寰啊，否则我都搞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谈一场丧权辱国的恋爱啊。估计是男方啊觉得自己离异和大龄是短板，那是不是短板你是交由市场来评断的。另外呢，女方提出的这些不平等要求啊，我觉得没必要妥协。恋爱结婚啊，讲究个两情相悦，不是割地求和。咱中国老祖宗们已经吃了多少亏了，到现在你还不长记性吗？今天呢，是女方你来问我亏不亏，那我会劝你啊，绝对不亏。放低姿态，懂得适可而止。论学历，人家比你高；论工作，人家工资是你的10倍；论财力，人家在北京多套房子；论家庭，他独子，父母高知，你有弟弟还在上学，将来买房养老娶媳妇儿还不知道指望哪个冤大头啊。综上所述呢，我劝你啊，拎得清局面，给男方一些面子去求和，然后两方互相客气，皆大欢喜。话已至此，继不继续你自己决定。这世间的道理从来都不是单纯的论对错，心甘情愿才是最重要的。鞋合不合脚啊，只有你自己知道。宝，再会。27岁女生考编3年未果啊，纠结要不要下架无编制协场男。哎呀，听了我都觉得有点崩溃啊，有意思。有一个女孩子给我打电话咨询啊，今年27岁，上的普通的2本，毕业之后呢，一直属于是在家待业啊，考公考编，考了整整的是3年呀，3年寒窗呀，奈何呀，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的，考公一直不顺呢，这铁饭碗是一直没端上。但人家姑娘强调了啊，我年年考，年年进步，哎，我相信明年我一定能端上铁饭碗。这不光考试去了，年龄呢硬是给拖大了，她就有些着急啊，家里呢就想着呀，先给她安排相亲啊。人家这择偶要求啊，首选公务员，虽然自己不是，但是啊，我找个对象他一定得是。行了，家里去给介绍了一圈啊，这年龄大的公务员，这长得丑的被剩下，他看着不愿意啊。长得帅点的有感觉的公务员吧，那对方一看他条件啊，都不想认识他。即便呀，这姑娘也是多次强调，我以后一定会考上的，你也别瞧不起。对方依然是拒绝。人家呢，男方也是有理有据的，说那县城的年轻女公务员一堆一堆的，我干嘛要找你啊？他说自己以后啊一定是公务员的，哎，反正是到处就不停的强调这个词儿啊。妹妹呀，这以后的事情谁都说不准，那有男人一枪报复的跟你说，我以后一定年入1000万，你嫁不嫁？那不是纯纯的画大饼吗？没有人愿意为虚拟的东西去买单。上个月，他爸那个小区的邻居啊，给他介绍一位男士，28岁，长得挺帅，我看照片了啊。这女方呢觉得这个演员还是蛮到位的，但是他自己是有这个编制情节，他就搁那纠结呀，总觉得两人的条件不匹配呀，那这是谈还是不谈呀？男士呢属于是创业一代，本科呢是普通的2本，毕业之后呢自己就开了家鞋店，生意买卖做得挺好啊，就搞得挺大，搞了个鞋厂弄电商啊，一年至少180万。人家呢现在也是有车有房。这姑娘呀，她不是一门心思想找个有编制的吗？男士虽然不是编制，但这有能力也有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以后吃喝肯定是不愁啊。他给我打电话就在那权衡啊，哎呀，老师啊，这个他没有编制，我以后有编制，那我们俩配不配啊？哎呀，他相了也有1年了，那有编制的呀都嫌他没个编制的，没编制呀他基本都看不上人家。我说呀，这个相亲对象那是真不错呀。人前2天男士还主动约了他要见面呢，他给人往后推啊，那在这纠结呀，问我呀要不要去考虑啊这个无编制的鞋厂男。听完我是震惊的，哎呀我去，这条件的男士啊，要是让我给他找对象，那都是秒没啊！你是上辈子修福分了，遇着了，你该认识就抓紧时间认识啊。他听完还反驳我，啊这男士的父母那是农村的呀，那3线城市大学毕业都不入流的呀，那工厂开都老偏了啊，房子车子等等反正都不咋地，最主要啊还是没编制。我这一看呀，姊妹啊，你有编制吗？你有工作吗？啊，他说我今年有点失利，那我明年肯定上岸。上了咱就去说吧啊！你自己年龄也不小，还没个工作，在家啃老，人男士想见你，你就珍惜点去见个吧。后来2人去见面了，不过见面之前他心里啊还是不太愿意啊，总觉得2个人条件是不搭的。哎呀，一直纠结。今早给我打电话啊，2人呢昨晚见完了，这介绍人呢上午就给他反馈了。哎，男方呢觉得你这个人个子有点矮，还胖乎啊，这没看上。行了，不用纠结了啊，给他气的，我还没看上他嘞。创业赚钱再多，那也不是铁饭碗。老娘要是明年上岸，那能看上你？这期视频标题出错了，
应该是年薪100万创业男纠结要不要娶大龄待业啃老女。起晚了啊！一个人你想要塑造自己的高价值感，你不是靠自己去说的，正确的交流方式是展现价值。你身上有什么价值？硬性的、软性的、有形的、无形的，那别人都是可以看到的。就像你去公司面试，简历上面学校不入流，还没个工作经验，上来就要人家给你30万，你把自己能力吹得天花乱坠，你觉得自己值，那人家公司是傻吗？我就发现了，越是自身价值低的，就越喜欢往脸上贴金还自己在那造。那些高价值的反而都很低调。人呢，得贵有自知之明。散会。在感情里面，不要试图去考验人性，也不要对自己盲目自信，否则你会被赤裸裸的现实打得啪啪脸疼，以至于让你会怀疑人生。今天这事儿呢，人际关系多少有点复杂，我慢慢讲，你慢慢听。别捋糊涂了。有一位男士呢，是98年的公务员，相亲认识一个姑娘，99年的，刚刚考上事业单位人女孩子长得水灵灵的，非常不错。见面之后，这男士一眼就看上了，对女方很是主动，不管是聊天还是周末约会那都安排的妥妥的呀。这女方呢，对男方也挺有意的。女方家的条件非常一般但人家男方的父母都是体制单位的，而且独生子，有车有房，长得也不错。但这女方呢，是在明知男方喜欢自己的情况之下，非要欲擒故纵，表现出一副自己不是那么喜欢男方的样子，爱答不理的，吊着男方。男士又着急多次表态想要确认关系但这女孩就讲了，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我再考虑考虑。没法呀，这男方就是喜欢只能默认了。除了上班的时间剩下时间就是对这个女孩子是嘘寒问暖的，屁股后面呢天天跟着呀。这女孩子我就说她作，她为了测试男士的忠诚度，她憋了个坏招，找她闺蜜来跟男士来相亲想看看男士到底是不是专一的。她还怕这男士相不中就特意找了个漂亮的闺蜜，学艺术的，还是音乐老师。去了。姐妹情深这闺蜜也同意了，找了个熟悉的中间人呢去给说媒，把这闺蜜背地里介绍给这个男士。男士一开始拒绝的可中间人呢把这闺蜜的照片给了男士之后，男士就委婉的表示自己目前还是单身可以认识一下看看。女方一看，毁了上钩了。于是呢，男士就跟这闺蜜去见了面。面上这女方是不知道，实际上人女方全知道。这闺蜜每天都会给汇报一下两个人的发展进程一开始这女方呢是有点吃醋，不愿意。可转念一想，她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她就得让闺蜜多主动一些，非得看看这男士他上不上钩后来呢就变成了这男士周六约闺蜜，周天就约这姑娘。一开始呢，这闺蜜是天天发信息汇报两个人呢聊到哪一步了呀，发展到哪一个情况了，变成后面2-3天才汇报一次，还都说一些没用的。而且这男士慢慢的也不怎么跟他聊天了，周末也不见了，说自己加班女方就开始是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危机感重重，赶紧让这闺蜜退出。人闺蜜呢也答应了，但男士的态度就越来越反常她又担心那这么个金龟婿不会让他跑了吧？于是呢就开始主动约着男士出来，表达了一下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考虑了很久觉得你这个人不错，我同意两个人开始交往试试。谁知男士人这个时候面露难色说感情这事呢要慎重，他再考虑考虑。你这话的意思是我不考虑了，现在你需要考虑是吗？男方说是女方急了想着把闺蜜这事直接供出来，这不直接砸了自己的脚吗？那不能说他就忍着，同意给男方一段时间考虑考虑。回去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男士那是最合适结婚的对象说什么也不能让他跑了于是就主动对男士好，请男士吃饭饭后主动去拉男士的手。直到有一天呢，这男士就给他发信息发了个好人卡说两个人呢不太合适。完了，女方这心里拔凉的，都跟窜了北极似的。挽回了没有用，人男士态度非常坚决就这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女方呢发现男士在朋友圈里官宣了，发了一张两个人的牵手照，只有手没有脸这姑娘放大之后一下就认出是闺蜜的手于是就去找这闺蜜质问。人闺蜜这时候也不赖账直接表态。一开始呢确实是去帮忙的，但是后面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发现男方人太好了，不仅条件好，还脾气好，而且还很会来事，还很关心人自己就心动了但是碍于闺蜜情分，她一开始是直接拒绝了男士。可男方呢后面还在一直关心她，他又想着爱情呢这都是公平的，是你自己拱手让人的，我有什么错呢？而且男士人这么好，你为什么不珍惜于是呢他就跟男士在一起了。
哎呀，气的这姑娘两头空，啥也没落着，那电话里那是哭爹喊娘的，说遇着两个白眼狼啊。听她哭呀，我也不忍心在电话里直说啊。很多人打着呀防止遇人不淑、无限沉没成本的旗号，就喜欢呢试探别人对自己的忠诚。我没办法说这种人啊，你是有多蠢多傻。有的女孩子呢就喜欢用高价彩礼、要车要房来试探男方是否真心想娶，有的呢故意去高消费的地方试探男方是否愿意给自己花钱，还有的呢是各种作闹试探对方真不珍惜自己。他若真想娶你，会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给你他的全部，逼他呀只会让他走。他若舍得给你花钱，不是看着东西有多贵，而是看他有多少钱呀。你作闹不会让他去珍惜，只会让他去远离你，觉得跟你在一起一辈子，那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情。聪明的女人呀，张开双臂，夹紧大腿，只有笨的女人才会各种各样的试探。你不想浪费沉没成本在一个不爱你的人身上，同样对方也不喜欢花大量的时间、精力、经济之后，发现货不对版毁在自己的手里。买卖就是这个样子，供需得看这货配不配呀。散会。老师呀，听你讲相亲我都恐婚了呀。今儿呢就给你们分享个相亲成功的神仙故事啊。哎呀，内容多少有点甜呀。在去年底的时候，我给一对单身男女牵线，女方呢是99年的，在国企上班啊，男方是97年在银行工作。当时人女方啊就提出择偶要求比较看眼缘，想找个阳光的，工作稳定，车房这些都不太看重啊，有就行。男方的择偶要求呢就想找一个性格温柔的，工作稳定的，就给他俩撮合在一块儿去了。两个人呢第一次见面，男士呢就请这个姑娘吃饭，人女方呢爽快答应了，但是说呀由他来选址。结果呢女方就选了一家小吃店，两个人一起要去吃麻辣烫啊。男士又觉得这第一次吃饭，这个地方他不太合情理啊，但人姑娘不管，那有啥呀，我跟我闺蜜常来呀，那大饭店还贵还不好吃的，咱们都普通人又没那么些钱。男士听完就愣了一下啊，因为他跟其他的相亲姑娘不太一样，也没有过多的坚持，就跟这个姑娘一起进去了。这两个人吃饭过程呢是有说有笑，姑娘的爽朗性格让这个男士心里啊特别的喜欢。饭后两个人呢一起看了电影，男士就想送这个姑娘回家，但这个姑娘呢就出于体贴啊，就觉得这路途太远了，你送我回去，你还要再回去，就已经很晚了。就这么，男士自己开车回家之后啊，就主动发信息问了这个姑娘回家了吗？结果呢，这姑娘看到信息的第一时间就非常着急的回过来语音电话呀，就声音很急切啊，就关心男士你怎么回去的这么晚呀？怕你还在开车呢，我就一直没敢给你打电话。男士被这忽然来的语音和关心啊，确实给暖到了，说路上有检查的，我自己回来稍微晚了些。两个人呢就这么继续聊天呀，一聊聊到了凌晨2点。从那之后呢，两个人白天的工作互不打扰，一到晚上，男士只要发信息给这姑娘，这个姑娘就会非常主动的打过来语音电话，说文字聊天呢，我怕我回复信息不及时能够让你误会，干脆啊我们以后语音电话吧，我呢也很喜欢听你的声音，感觉啊特别的温馨。男士听完之后啊就主动表态，你要是喜欢呀，那我每天都会给你打电话。姑娘就开玩笑的说呀，谁不打呀谁是小狗。于是从那之后啊，这两个人啊每天都会打上一通电话，就是聊那些天南海北的事情，哎，聊的也都是一些生活家常、日常分享。有一回呢，这男士啊就在聊的比较尽兴的时候，就问他：“你看我们俩认识这么久了，我发现你跟其他的女孩子不太一样。”姑娘就问啊：“哪里不一样啊？”他说：“你一直都只是跟我聊一些生活琐碎，从来都没有问过我房子在哪里，父母做什么，一个月赚多少钱。”这姑娘就说啊：“你房子在哪里已经买了，变不了的事实。你父母做什么，那始终都是你父母。你能赚多少，那都是你自己的钱。”说完呢，这姑娘就哈哈笑了起来啊，又很开心的带着这男士啊一起聊天，聊向往的生活呀，聊喜欢的电影，聊聊人生理想。这两个人呢，一到周末啊就安排上约会啊。周六的行程女方安排并且请客，周天的行程男方安排并且请客。在钱上面啊，从来都不会只让一个人去付出。星期六呢，这姑娘会带男士去自己喜欢的地方，比如公园呀、海边呀、咖啡店、天台等等一些相对比较浪漫的地方。周天的男士就会带她去他想去的地方，游乐场啊、玩剧本杀呀、爬山呐、自驾等等。晚上两个人吃完饭呀，还一起打上几把游戏。所有的约会活动啊，都是两人精心选的，从来都不重样。就这么两个人相处了1个多月，男士有一天啊，电话里突然间说：“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这姑娘听完了呀，哎呀，我很早就想了。于是呀，这两个人都笑了，没有什么表白仪式，一通电话就确认了关系。从这以后呀，只要天气不好，这男士一定会准时去接着姑娘下班。
男士身体觉得不舒服，这姑娘一定会请假去照顾。开心的事情他们会互相分享，难过的时候就会鼓励安慰。有好吃的就会一起去吃，饭店小摊都不挑。在一些大事上面需要花钱了，他们2个人会一起去攒钱，筹划人生。在确认关系之后的3个月，2个人呢互相见了彼此的父母，两边父母的要求都不多，觉得2个孩子互相喜欢就行。半年后2家都订了婚啊，互相都没有为难彼此，觉得呀这结婚是2家的事情。女方出钱呀把房子重新装修了一下，男方呢就把房子加上了女方的名字。男方出了彩礼8万8加3金，女方陪嫁回6万，买了一辆车，写了男方的名字，2个人共同使用，互相给足了安全感。婚礼定于今年的11国庆。他们也是拿着几千的工资，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可为什么大家羡慕的往往都是这种普通而又幸福的生活？看热闹的永远都是那些奇葩狗血的。幸福是双向的，好的爱情啊，一定是双向奔赴的，懂了吗，宝？你要相信爱情，只是你遇到的呀，那不是爱情啊。散会。